哎呦，岔气了！哎呀！注意看，中国大名鼎鼎的催泪大师魏宁辉，居然被摩洛哥催泪专家一拳 KO 在擂台上。只见魏宁辉瘫坐在地上，双手捂着受伤的肋骨，疼痛不已。台下的拳迷粉丝都不由得心疼担心起来。击倒魏宁辉的老外可不是别人，此人正是摩洛哥近20年来实力最为强悍的刀锋战士伊利亚斯·布莱德。刚刚来中国挑战的伊利亚斯，就连续战胜多位中国选手，斩获8连胜的豪华战绩。本以为这家伙会就此收手回摩洛哥发展，没想到伊利亚斯居然将目光盯上了刚刚荣获羽量级世界第1的坦克邱建良，试图击败邱建良夺走羽量级世界第1金腰带，同时还想称霸中国拳坛。要知道，邱建良自出道以来输过赢过，从来没有怕过。为此，邱建良专门将自己关在训练室，足足闭关了半年时间，终于迎来了今天的羽量级巅峰之战，势必要用绝对实力战胜伊利亚斯，稳固自己的拳坛地位。好了，废话不多说，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邱建良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比赛刚开始，两位选手便展开了激烈焦灼的拼拳换脚。了解邱建良的都知道，邱建良的力量也许比不过大部分老外，但是速度方面，邱建良可以做到绝对的碾压。然而伊利亚斯这家伙的出拳出腿速度可是一点都不比邱建良慢上多少。此时的伊利亚斯年仅21岁，就能在摩洛哥称王称霸。那如果再给他5年时间，伊利亚斯绝对是中国拳坛最大的威胁存在。非常年轻啊，这个刚刚是95年啊。哎，虽然这么年轻啊，但布莱德的这个已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儿了。啊，这位选手不知道这个这么拼命的打比赛，是不是为了挣奶粉钱？这个自己的女儿也可能是力量的源泉。哎，没错，布莱德是一个攻击型的选手，而且攻击密度很高。邱建良是一个智慧型的选手，擅长抓对方的这个漏洞和时机。是，邱建良呢在场上呢，经常呢会对自己的比赛节奏啊，把握的是非常好的，会经常变速。是，他对角度、对力量。尽管比赛已经过去了1分多钟，但是伊利亚斯这家伙的攻势依旧特别凶猛、咄咄逼人，根本不想给邱建良任何喘息调整的机会。为了尽快适应比赛节奏，邱建良也不得不被动的在擂台边缘打转，试图在合适机会寻找伊利亚斯的防守漏洞打反击。1.74，伊利亚斯·布莱德呢是1.78，身高上稍稍的要高一些，看着胳膊要长得多。对。伊利亚斯现在处在擂台的中线，右摆左扫，这样的话把邱建良的这个进攻都防住。邱建良刚才一个后摆拳击中，在邱建良跟摩萨布打之前呢，没有人看好摩萨布，结果邱建良拿下了那场比赛。邱建良刚才这个动作已经是在第一回合当中2次的重复使用了。邱建良是一位我们看他的比赛会不停的看到这个在技术和战略层面上提高。伊利亚斯不愧是拥有摩洛哥催泪专家的男人，在擂台上恐怖的压迫力足以让邱建良喘不过气。无论邱建良施展何等刁钻拳脚，都无法将其完全逼退，甚至伊利亚斯的攻势还在进一步加强。由此来看，邱建良今天真的碰见硬茬了，就是不知道邱建良接下来如何应对，化险为夷。高端，这个伊利亚斯·布莱德防守的非常严密。是，这是第一回合。对于伊利亚斯来说呢，现在呢更多的啊还是求着这个稳健的这样一个打。是，因为毕竟邱建良也是一个强手。哎，虽然说这个排名的区别啊，但在前10名的选手都是非常具有威胁力。是，转身电拳没打到，顶膝。在这个擂台上，慢慢的又开始有一点点湿滑。两位选手进攻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邱建良连续的左右摆，最后的7秒钟的时间，漂亮！比赛来到第2回合，由于今天的比赛突发性，甚至比赛现场还下着细密的小雨，时不时都会有水滴到擂台之上，这也无形中给双方选手加强了对抗难度。本就紧张焦灼，两位选手还要小心地面太过湿滑，摔倒在地。当然，就算如此，依旧无法阻挡伊利亚斯进攻的脚步。可能在伊利亚斯眼里，今天只有发起猛攻才是获胜的机会。否则，要是让邱建良进入比赛节奏，接下来将会相当难打。抛进去了！伊利亚斯跳出摔倒了。这个地面的确是有点湿滑，因为这会儿雨啊，其实呢真的是下的已经很大了。没错，两位运动员在这个还要保持着平衡，还有高速的运动。是的。
哦，腿换拳，伊利亚斯顶后手，邱建良现在扫伊利亚斯的腿，有效果了吗？我感觉好像伊利亚斯有一点移动有点慢。是，但是这个从目前虽然邱建良还是打得有点被动力不从心，但是跟第一回合相比较起来，邱建良已经慢慢适应比赛节奏，不再是一味的防守反击被动挨揍，相反还时不时打出犀利刁钻的拳脚向伊利亚斯发起反击。这时候的比赛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只要伊利亚斯敢放松警惕，邱建良也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所以这时候才是双方选手真正实力的比拼。几乎会把自己的这个 clinch 的动作直接省略掉，我就要这种打击的密度。对，陈白，邱建良，看刚才这几个位置的变换啊，非常清晰。两个人基本上差在毫厘间。对，伊利亚斯是保持着攻势。对。而刚才这个王彦国老师也说了，邱建良的一个很大的这个特色就在场上这个节奏的变化，进攻方式的变化。你看这个非常明显啊，这个多点位的，有时候我打你2下我赢了，然后我有时候打你3、4下，有时候一拳。随着时间的推移，邱建良越战越勇，伊利亚斯的凶猛拳脚已经无法压制邱建良，相反还会被邱建良的精准反击打得慌忙后撤。也许在第一回合，邱建良只是初步试探伊利亚斯的实力究竟如何，那现在邱建良便开始打出精准的拳法，争夺比赛点数。如此看来，伊利亚斯并不是在摩洛哥拳迷粉丝心里那般无敌，因为这是一个电话亭战术，是被迫电话亭战术的一个对攻。两个人就站好了，这样的进攻输出其实是非常便于我们这个观看的。是，相对密度现在伊利亚斯下来，邱建良开始慢慢的变成助攻式的哇！第三，伊利亚斯在这个世界上排名第2，我们刚才也说了，他的缘由啊，这个选手非常强悍。是，40秒钟，这两个表情还是非常轻松啊。我们看伊利亚斯的这个拳的比赛来到第3回合，邱建良作为中国羽量级自由搏击第一人，背负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要提防外国选手的指名挑战，另一方面则是要照顾拳迷粉丝的情绪，努力拿下比赛连胜战绩。相反，伊利亚斯同样也在摩洛哥拳迷粉丝心里有着很高的地位，这也说明两位选手今天不拿出狠招，绝对很难收场。这场比赛无论是谁输掉比赛，都会遭到拳迷粉丝的质疑与谩骂。他的进攻密度是这个爬坡式的上升。是的，这个是很恐怖，对于选手的整体的体能储备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毕竟啊，两个人真的是高手间的对决，在这样的舞台上，在勇士荣耀的擂台上，我们才能看到这种顶尖的对抗。是的，这场比赛也是众所期待的胜负啊，我们当然很期待，我们更期待的是两位选手在擂台上给我们带来这种美学的这种展示。我们可以先不考虑结果，我们先看这个过程，过程足够精彩。辨析前摆，我们看这个前摆，前腿给你一个诱骗，马上手就上来了。邱建良低扫，邱建良这时候应该把密度打起来，因为第3回合了。因为特别容易给裁判的伊利亚斯的体力貌似有点跟不上邱建良的比赛节奏，长时间的凶猛进攻并没有让伊利亚斯获得大量比赛点数，相反，邱建良的出拳出腿更加精准有力。邱建良也在进一步的加强自身攻势，跟伊利亚斯争夺比分。这时候，伊利亚斯面临着2个问题：要么自己拼尽全力跟邱建良硬刚到底，要么自己选择退让，处于被压制的局面。数以干扰为主。是。现在我们看邱建良打的还是比较稳，对这一局回合的节奏没有太明显的变化。没错，伊利亚斯一上来的那个猛冲等于是被消减，对。但是伊利亚斯的进攻力度我们明显可以看得到。小心，你毕竟还是有一些丝滑，没错，抓住最后的时间，对方想做一个旋风劈，最后的10秒钟，看邱建良还有没有输出。来后早，伊利亚斯整场比赛的这个爆发力都是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最后公布比赛结果，根据评审一致判定，邱建良通过比分赢下最终胜利。大家认为邱建良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